我经常看你的视频，我感觉我这次可要发财了。我翻箱倒柜，发现俺家这一块冤大头不得了。你这个冤大头确实是与众不同，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味道非常好，一门原味的甘肃版冤大头。说实话，确实比常见的冤大头贵啊。你再仔细看看，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冤大头啊。这个斑全世界范围内就这一块，宝贝着嘞。恕我眼拙，我真没看出来这是什么特别少见的斑。刚才我说了与众不同，是指它的原像眼皮与其他的甘肃有区别。正常的冤大头是双眼皮，而你这个是三眼皮，遮了3下而已。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这个斑放平时不常见，不至于说发财什么了吧？老板，你千万别保留，我点你一下，我这个冤大头是人工刻模，全世界范围内的医院都是机器做的。其实你说的这些啊，你未必就懂里边的问题。但凡我们见到了这个甘肃版冤大头和我们常见的冤大头，它这个模具确实不一样。天津版冤大头是由国外的设计师铸造的模具生产的，而甘肃版确实由我们中国人设计铸造的，只是单纯的设计师不同罢了。所以一个人是否发财，这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我家这块医院传几代人了，这可不是我吹捧出来的。我能理解你这种想发财的心理，但是你也要积极的面对现实。你经常看我的视频，你也应该清楚，一般像冤大头，这都是最基础的银元，除非是那种未发行的样币，比如签字版之类的，你才能发大财啊。毫不夸张的说，我这块冤大头和签字版类相媲美，人家网上专家都给我保证了，最少300万起步。300万这个价格确实挺让人开心的。像我们玩银元都几十年了，我咋不知道这个三眼皮和签字版是同级别？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得以理服人。网上专家的话，你可别听他们胡来来。我听你说这话，很明显是对我的银元值300万不服气啊！那你帮我鼓鼓呗，我倒听听你的见解。对这个300万的价格肯定是不服气了，见解其实也没什么可谈了，主要是你被别人给洗脑了，完全因为你是有这种自命不凡的心理，认清事实就行了。签字版之所以贵，因为它是样币，样币肯定没有发行过，存世量也就以个为单位，物以稀为贵嘛，所以人家贵有贵的理由。而你这种甘肃版冤大头呢，存世量就比较多了。众所周知，甘肃版的第1名玉品就是甘肃佳质，它目前呢价位是20来万嘛。甘肃佳质都知道这个版，而你这个三眼皮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小版。本身甘肃版名玉品也比较多，甘肃3剑客、曲臂敏、落叶、长缨都比你这个版响亮。3剑客最贵才1、2万，而你这个状态也只能算是一个通货品相嘛。个人看高看也就是2、3千块钱已经不得了了吧？还给我2、3千？对，你这价格够小气了呀！说了半天还不够我给人家专家打赏小费多嘞。我听你这估价，我很不服气啊。你服不服气是你的问题，银元能值多少钱？和你给别人的打赏，这分明就是两码事。如果说别人给你鼓高了，你开心你就打赏，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我们也做不出来这种忽悠人的事。反正你想卖300万，这肯定是没人买啊。你这说的话也太绝对了吧？这世上就没有绝对的事。我想着让你从中间赚点钱嘞，结果你估的太低了。把你这个甘肃卖了，恐怕也给你回不了本儿。你这一下子打赏给别人几千块，这只是一个开头。我劝你还是醒醒吧，千万别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300万，这因此多花钱了。主要还是你太年轻了，不了解那些估高价的骗局。建议你多去实体店问问价，再做打算。不算啥早知道你给这个价钱，我就不问你了。给，你先拿着吧。马上该过年了这50块钱收了一个金锭子你看能不能值个80-80万呢？大爷，你这可不是金锭子啊！我没看出来这哪是金锭子，不过50块钱收了确实便宜。大爷，你这是干啥嘞？我是一个收破烂人，我用牙一咬，我咬个药。用牙咬只能说明它纯度高，黄金它得是黄色了吧？你这一看都是一个银锭子，这外面略微带点彩，这不能说明它就是黄金。50块钱你也算是捡个大漏吧？这么便宜的东西，你这是咋收的呀？昨天我上一袋80岁的老两口人家收破烂去了，收纸箱子去了。我一看他那纸箱子里头锅，我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我倒的乱七八糟的石头、砖头这儿都给我倒里头。把我都给卖给我了。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看他桌子上
做的像包了一个小金锭那儿。我看我自己正好塞进来了。趁别人不注意，你给他硬塞进去了，你这种做法似乎有点不妥吧？那他拿俩石头给我卖石头蛋都给我当这样的卖，我心里啥味儿？不妥。这事儿啊，你们俩做的似乎都不对。站在你的角度考虑吧，这大冬天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收个破烂挣点钱也不容易。站在那2口80、90岁老夫妇那边考虑，他们无非也就是想多卖几块钱，但是不曾想啊，你把他的这个银钉子给他当破烂收回来了，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你都不知道啊！我收个破烂本身那一斤都赚了几分钱。遇到好心人了，我还好一点。是点还咋的事还能拿？有时候嘞，就那一场空，一天1年不挣。那其实干啥生意都不能白忙活。你发现他这个投机倒把的时候啊，蛮可以把塞进去的石头子之类的给他挑出来，完全没必要拿人家的银锭当破烂卖啊。那你说的轻巧嘞张总老师给他穿个小鞋，你说我咋上他这一边收破烂？那咋叫收破烂？是不是？不是我说你的，我觉得你这思想都不对了。一码归一码，无论做啥都是赚自己应该赚的钱。像那些拿石头当纸箱卖的人，以后可以不收他的东西，也不至于像你这样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吧？拿别人的银锭你当破烂卖啊！我要是不拿本我百分百的赔给他钱，他家弄那些砖头。那是的。你啥都别说了，你赶紧给我看看他顶几个钱儿。无论是值多少钱，我可以帮你简单的估个价。我建议你还是给别人送回去。你先看吧。如果要是真个180，我肯定给他们送过去。180万倒是太夸张了，因为你这是一个银锭，它即使是金锭的话，肯定也卖不了这个价格。看你这器型的话，应该是清末民国那时候的素锭。第一，你看没有字口，基本上我们玩锭子都是要看它的字口的，带字带鲫鱼的更受欢迎，价格也会更高。第二个，这个看大小的话，拖着重量大概有2两的重量，基本上这个银锭啊都是越大越贵，越大越值得收藏。而你这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正面，你看带一些螺旋纹，大多都是贵州那边最主要的一些木盘丝锭。品相状态很一般吧，目前市场价一颗在20到30左右，你这2两的话，大概也就1000多块钱的样子不可能昨天夜里我因为这个事儿我都没有睡着觉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去，我到网上一查你单位一光给我80万这价钱我怎么咋出那些你给我说的那不对。你这连夜在网上找了那些专家，他们的估价不靠谱，肯定是告诉你让你带着这个银锭去找他们吧。对，他到地方都光给我钱你开的价钱太低了吧。大爷，他们这是要忽悠的，其实就是你这种人。1000把块钱的东西给你报80万，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的。建议你不要信以为真，抓紧时间把东西给人家老2口还回去，省了你浪费时间。你别再到地方了，你再多花个几千上万块钱的冤枉钱，到时候说实话说啥都不值当了。你别管了，到时候真卖个80万的话，我给他老2口一定给他平分，让他们也高兴。别去，听我一句劝啊，不要去，他们骗你的。你别管了这个事啊。你赶紧帮我看看这到底是啥这脏的根本就没法下手。俺这个婆婆吧，她还非得给我。你这个东西确实挺脏的，这用手一摸，你看这手上全是灰。咦，说实话，我都不想要了，脏的你看这脏不得了。这既然是婆婆给你的，可以肯定的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这东西我托在手里边，个头不大，重量确实挺沉的。虽说外边看起来脏一些，但是里边你看这透着亮。发白又有那么重，我看着这也不是一块普通的砖头啊！这东西，那婆婆没告诉你它的这个来历吗？这一块破砖头能有啥来历嘞？说实话，我婆婆这个人一点都不讲究。一年365天，她从来都不带洗一次澡的。你跟她站在一块儿，能让你熏晕。你说我这样的婆婆，她能有什么东西？有没有好东西还真不一定，和个人讲不讲卫生啊没有关系。也关系大了。那根本都不是那有钱的人。你可能对我们上一代人啊了解不深，他们都是从吃苦的那个年代过来的，有什么好东西好宝贝啊，他们一般都不会轻易拿出来。虽说恁婆婆这个人啊，个人卫生这一块没太注重，但是我拖着这个砖头啊，
这重量可不一般啊，这很有可能还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砖头嘞。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啥这样说吧？这个东西，我邻居有一个大学教授看过，他前几天还出过价，多少？好像是给的是2000块钱吧。我婆婆没卖。我当时都感觉到她傻。那婆婆没卖是对了，现在2000块钱买不到啥东西。2000块钱也是钱呀，也总比这脏的强吧。你先别着急，既然那婆婆没卖，一定有她的道理。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那个大学教授啊，他可是人中龙凤了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眼界，并非我们常人所能比的。他们就给2000块钱了，你想想这个东西肯定是远远高于2000块钱的。那婆婆既然一味的想给你，那就说明啊，她想让你多打听打听，多卖点钱，总比不知道是啥不吭不哈来2000块钱给人家强啊。老板，你说太对了。我婆婆可能也就这个意思吧。但是我抱的希望不大，因为我婆婆她家都是穷人。穷人，跟你说句实话吧，一般人穷人家里还真没有这样的东西。难道还是宝贝不成？你就说值多少钱吧。好嘞，我给你估估价啊。从你这个东西气质上来看，这个就像小1号的这个砖头，但是它又不是我们常见的砖头，因为砖头啊都是用那个土烧成的，而你这个很明显啊，它是金属材质。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你听。这种声音发出来了，猛一听啊都比较沉，比那个铜啊、钢啊、铁啊发出来的声音，你看那种都比较轻飘，有一种厚重感，加上它的这个银色发亮，综合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就是银子。你像过去的古董银亭之类的，和这个造型差不多的，还真是有区别。我仔细看上面也没有啥刻的字体啥的，所以综合而言啊，我感觉应该不是过去的古董。我就给你按雪花银的价钱来估吧，1颗6块钱，我感觉只得有6、7斤，3000个左右的话，不到2万，差不多小2万吧。多少钱呀？小2万了吗？对。你这不会给我开玩笑的吧？没有。我婆婆家里可不止这一根啊，还有好多块了呀。确实没有给你开玩笑。如果真有好多块的话，说实话，那你这一下子可是真发财了。1块2万，那10块20万。对。哇塞，这幸福来的太忽然了。那确实，那婆婆放了呀，这可是正八经的真金白银。别看那婆婆这一代人穷，但是她上一代、上一代具体是一个啥情况还真不知道，因为家里放了有这种金银两，在过去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有钱人。啥都不说了，具体值多少钱，你帮我算算，我要变现。那行，我给你找一个大一点的电子秤，具体能值多少钱，再称一下它的重量，我帮你细算一下。好。我想用这个大清金库的金锭加工2只金手镯，结果今年老板说毁了，太可惜了。说实话，如果你这个金锭是真的，算是属于古董级别了，你贸然加工金手镯，确实是挺可惜嘞。我觉得没什么可惜嘞，这个放我手里面大半年了，卖又卖不了，去加工手镯。今天老板建议我先变现。他建议你来变现是有原因的，因为只有真正的黄金啊，才能加工手镯。而你这个，你看上面写的顺治年照。主翅，包括背面的大清金库，这不懂行了还以为它是古董，肯定是不敢轻易的给你毁坏了。万一给你烧坏了，恢复不了原样，那就可坏菜了。他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我既然找他们加工金手镯，那肯定表示对他们信任。没想到他居然说这个古董黄金不纯。其实这么说了，要真是过去的黄金啊，但凡带主翅2个字啊，和现在几个9的黄金是不分伯仲了。因为过去黄金提炼技术啊还是比较厉害的。他说黄金不纯，就是指你这个金条啊有问题。我也觉得有问题，但是网上的专家说它是真的。我花了好几千，结果他也没给我卖掉。你再花好几千，肯定也给你卖不掉，因为网上那些专家，他们的估价都是忽悠人的，给你报个高价，完全是为了收你的鉴定费，再给你做个所谓的什么证书，那都是唬人的，反正是变着法的呀，让你付各种钱。到最后也给你卖不掉。可被你说着了。我这大2都休学7、8个月了。为了他已经花光了积蓄。既然卖不掉，那就加工2手镯吧。结果那个师傅建议我先卖了。其实人家今天师傅是给你留面子，人家师傅啊让你卖的原因就是你这个金锭有大问题，没有当众让你丢人现眼。这东西拿来了，真假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你心里边应该很清楚啊。我不清楚啊，这个是我1000块钱在北京报国寺买的，是一个老头急用钱。你记住一点啊，人就是再急用钱，也不可能会贱卖黄金。我拖着你这个得有200克左右吧？ 203克。
你想想，200多克的黄金重量，你拿计算机自己算一算，现在黄金大盘价都500多一克，你光按金价算的话，也都100多万了。更何况你这上面还带字儿，这放过去是古董，比单纯的黄金这贵的可不是1点2点啊。对，网上专家就是这样说的。关键是卖了7个月了，从400万降到100万，愣是没人要。嘿嘿，没人要就对了。你这1000块钱来了，想卖100万，那可是1000倍的利润了。可是光算利润没用啊，必须得看实物。首先，你这么大个的锭子，只有区202克的重量，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锅具这是大10两的大黄鱼啊，重量它的标准是312.5克。你想想，黄金都是精确到0.01重量的，所以它的标准重量是大差小不差，一下子差100多克啊，就说明它的材质不是黄金。咱们这个加工手镯的师傅也不管它，看不出来这个上面写的是电脑直口了，还有从后边氧化褪色的地方，人家这看出来这就不是黄金。这不是黄金，难道他就不能给我说清楚吗？还让我先拿给你们变现？人家那是客气，说是假的，怕伤了你的自尊，或者用火一给你烧，怕给你烧坏，怕后续啊你们俩再有这个口角之争。那可以理解。那为什么专家收了我的钱好几千了呀，还建议我继续拍卖？人家专家啊不继续这样忽悠你，你想想你还会继续给他们钱吗？如果直接告诉你这是假的，几千块钱的那个鉴定费咋整你了呀？你记住一点，黄金啊在任何时候它都不可能便宜卖，捡啥漏都别捡黄金的漏。所以说啊，你去金店，师傅跟你说让你先变现，这就是这个原因。都怪我之前不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吃一堑长一智吧。对，谢谢你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可长点心吧。好，你看我这有块银元啊，这个是网上专家给我报价200万了，你帮我看看200万卖了亏不亏？你这个是原像飞龙啊，我看竟然还是一个签字版，这如果对的话，200万确实是它的市场正价。只要是卖不亏都行，反正这个银元是我在庄稼地里捡来的，它也没有啥成本。庄稼地里咋可能会有这个嘞？这种银元是典型的军阀币啊，在民国时期，它是以纪念币的形式发行的。你看这币面上没有任何面值，自古以来并不做流通之用，并且你这个币面还有褒奖，应该在你手里边有一段时间了吧？大概也就是5年前嘛。我们村的收回家他记住嘞，他家的坟头在俺家地里头嘞。我看他往土里埋了不知道一个啥东西。等他走后，我扒出来竟然是一块银元。原来这个原像飞龙是这么来的，那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吧？人家很明显是回乡祭祖，这银元是送给他祖上的礼物，你这给别人拿出来不太合适啊。他这影响我中长年嘞，而且是一下子影响了这么多年。这银元就算是补偿给我嘞。这种补偿方式难免太牵强了。我们都知道农村地里啊，如果带坟头的话，确实是影响这个庄稼的收成。坟头小一点无所谓，坟头大一点的话，谁家都不喜欢。但是像你说的真币啊，如果值200万的话，这难免补偿的代价太高了点。你说农村1亩地，这也挣不了多少钱。挣钱不挣钱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影响不好。反正他家也有钱。在外地开厂嘞，身价都上亿了。无论人家身价多少，这都是别人凭本事挣的。说到底啊，你这样拿人家的银元就不对了。幸亏啊，你今天拿这个原像飞龙，我看着也不对，不然这大过年了呀，你还真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能有啥麻烦嘞？这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有块值钱的银元，他也不能说是他嘞。那我跟你这样说吧，原像飞龙啊，你像普通不带签字版的，那几十万一块，有钱就能买得到，而这种签字版就比较少见了。都知道啊，这个物以稀为贵，原像飞龙，你就像咱们普通人家根本就没有这种签字版啊，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屈指可数，收藏讲究一个传承有序，并不是说，你说你有就有了。在我手上它就是我嘞，别人反正已经给200万了这大过年来，你看你能给我多少吧？这个网上专家给你报200万，这都是骗局，他以高价诱惑你，骗取你后续的各种费用。实话实说，裸币的原像飞龙没人敢接盘，主要是他这个真假是一个未知数。另外啊，你们村的这个首富，他既然有那么多钱，但人家也不会傻到把价值200万的银元放到那让你拿走。这3个点啊，
你必须得高兴。你也别给我拐弯抹角了啊！这银元也给你拿过来了，拿来了也给你说清楚了。哦，你就说看给多少钱嘛？那你这个银元我看着确实是不太舒服。第一，你看它这个外面的包浆并不是一眼开门，也就是我们说的包浆比较浮。第二个，这个压力也不太行。壁面看上去这个银元并未流通，但是细看它这个充电管以及容装上的细节，尤其是它这个胡子。你包括背面飞龙它这个龙鳞，这基本上都是看不清楚了。再看看它这个边齿吧，你看这边齿很厚，边齿也太软，整体划一，材质看上去确实是银的，就是怎么看也不像过去的老货。按现在的银价吧，大概也就是100-200块钱的样子呗。啥意思呀？是100-200万还是100-200？这你得跟我说清楚。是100-200块钱，并不带万。说到底啊，就是你们村的这个首富啊，应该是给他祖上买了这种真银假币，以此来代替真币，对他祖上了一份表示吧。所以网上这家给你报200万啊，你也千万不要当真，别因为这个价值100-200块钱的东西，对吧？你再去带这东西再去找别人，到时候你再损失个几千几百的，对吧？都不值当了。算了吧，我宁愿相信这世上有鬼，也不相信这张嘴，就耽误我花钱。好吧，那你既然不相信，那你去试试吧。试都试试。好。老板，哎，你看我这2个银元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话，看能不能换2000块钱。能不能换2000块钱？一块赵种，一块大清，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这俩银元这是哪来的呀？这是我表哥的，他过年想买个手机，他让我拿给你看看能不能换2000块钱。你表哥今年多大了呀？他13了，我10岁。13了，怂恿着10岁的弟弟来变现。你这俩银元首先真假啊是没啥问题，而且还都是龙阳，壁面这都是无伤无戳，还带包浆。别说2块能不能卖2000了，就是随便哪一块，换个新款手机，这是绰绰有余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就给我换呗，我表哥还在外面等着我呢。你先不要着急哈，这俩银元既然不是你家里的东西，我还真的不能给你换，必须得让他本人来才行。关键是我表哥脸皮薄，见不得人都不好意思，他让我来买个手机多玩玩。你这年龄不大，原来你这也是另有所图啊。你表哥是你哪位亲戚家的这个孩子呀？是我舅舅家的。这么跟你说吧，你舅舅知道你们俩拿银元来换手机，肯定是要追究你们责任的。因为像你们这个年龄啊，他是不能玩手机的，除非啊让你舅舅或者是舅妈来，我才能给你们俩换钱。这2个银元是我表哥的压岁钱，既然已经送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可以做决定。你这话说的，这是不是你表哥教你的呀？是的。既然他能这么说，那他为什么不让舅舅舅妈来帮他换手机啊？我舅舅舅妈想来也来不了，因为他们在外地打工，下一场大雪他们赶不回来了。你说的也是，今年这场雪啊下的确实挺大的，全国范围出行都有影响。但是回不来过年也不能说啊，就是你们变现银元的理由。可以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呀。如果你不要的话，那我只能卖给别人了。刚才有一家这2块只给我们1500，1500肯定是不能随便卖给别人的，因为你们年龄小，完全不懂银元的价值。我先来给你说一下里面最便宜的这个大清吧。这个大清啊，它是龙阳3000克里面价值排第2的。你的这个尾巴出云，这是属于深板龙，存世量具体有多少我就不细说了，就单看你这个壁面无伤无戳，这就是好品相了。因为过去的这个银元啊，进钱庄都会被打戳字，清朝的银元能完好无损的保存到现在已经很好了。这壁面又带包浆，花枝龙鳞全身打，饰口方面也是 very beautiful。就这一个我能给到你7000，这一个就7000，别人2个才给我1500，你们这价格错了不是一般的多呀。主要是你年龄还小，不知道这个江湖的险恶，人家开店做生意又见你是小朋友，对吧？所以肯压价。而你拿来的另一块这个皂种就更贵了，这个皂种啊是龙阳3剑客之首，是目前我们个人家里面最常见最贵的龙阳，目前大概价格一块能顶这个大清2块绰绰有余。皂种主要是看它的高点，鼻子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鼻子没什么磨损，龙鳞看着也没什么磨损，整体字口吧都是全身打，反正我看是没有任何缺点，给你报个1万多轻轻松松。
哇，没想到这俩银元那么值钱啊！这1万多的银元，我表哥只犯2天，太笨了。对呀，你才10岁，你都知道卖的太便宜了。这幸亏是没卖，如果轻而易举的这个变现了，又买个手机，等你舅舅舅妈回来了，对吧？他肯定要修理你表哥的。再说你舅舅舅妈在外面辛辛苦苦，对吧？打工也非常不容易。你这些当亲戚的一定要劝劝他，拿着这俩银元，赶紧去交给你的姥爷。老板，你说的对，我这就把银元给我姥爷去，不叫表哥买手机了。对对对，我这个朋友平时可小气啊，咋了？昨天我去他家喝酒，走错房间了，到他书房一看，乖，桌子上摆了几十根金条，我感觉这绝对不是真的。你这绝对这个词儿啊，用的不太好。现在有很多有钱人都比较低调。你这个金条拿在手里边，你看沉甸甸的。从器型上来看，这金条虽然说样子不太好看，应该是个人直接融的，但是它这个含金量还是可以的。7青8黄9紫10赤，这个金条的含金量绝对是赤金。你这随手给人家拿过来一根，你这可不是朋友所为啊！你这话说的，把我当真呀？别人不了解他，我肯定是了解他的呀。我拿这根金条就是要揭他的老底儿，让他没钱别找大款。你这个未必对你这个朋友了解啊。这个金条含金量是没问题，刚才就跟你说的很清楚了。还有就是作为朋友啊，不应该相互帮衬吗？你这怎么搞得跟仇人似的？仇人倒谈不上，也算是损友吧。我感觉这金条不可能是真的。平时你给他借1万块钱都没有。他都是跟着别人蹭吃蹭喝的那种。他家里如果真有几十根这种金条的话，那你这个朋友绝对不是普通人。像你说的，平时他连1万块钱都没有，很有可能啊，他这是不想露富，做人比较低调吧，怕别人给他借钱。反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吧。那估计他就是怕别人给他借钱。上次借我1万块钱还分期，现在还欠我7000块钱嘞。正好这黄金给他卖了，算给我抵账了。虽说你拿过来的这个黄金不假，但是你这贸贸然的卖了抵账是万万不可的。首先啊，在恁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啊，视为窃，这种方法不可取。另外啊，他虽然说借你1万块钱，但是还弄个分期还，还差7000没还完，确实有钱不还，还挺不地道的。最好啊，你是直接给他要钱，别变相的卖这种东西。你这话说的我有点不爱听。咋？说实话，如果这根金条是真黄金，我就想给他上一课。除非是过去的老古董，这绝对不能乱卖。古董黄金倒是谈不上，一般过去的古董黄金啊，和这个形状差不多的是民国的大黄玉、小黄玉。大黄玉是重10两，小黄玉是重1两，还有5两的长条，形状和这个有所差异。过去的古董金条啊，上面打的都有钢标，上面标注了有商号的名字，还有它重量之类的。虽说各式各样吧，但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啊，对吧，比较正规。它不像你拿过来的这个，这一看啊，它这都不是正规军，从器型上看明显不成形。一般啊，像这种金条都是个人用最简易的方法熔成的，你看上去没有任何美感可言。而且从金条的颜色上看，它也不是过去的，过去的古董金火气没有这么明显，尤其是它这种锃亮的，这一看啊，就是现在标准的3个9的黄金。你别说卖了，你这忽然间给他拿出来一根，就相当于是给他上一课了。你说的也对，他平时也挺小心眼的。对，如果真是黄金的话，肯定能值个1万块钱。昨天喝多了也就算了，今天发现少一个，他该伤心了。对，几十根金条，他既然放到桌子上，肯定是没事的时候喜欢把玩，数量肯定是天天数。这忽然间发现少一根，肯定也着急。这我拖着重量得有200多克，不显山不漏水的，这有10几万的价值嘞。万一一着急啊，他再怪罪他家的孩子，如果有暴力倾向的话，再打一顿他孩子，说实话，这真不划算了。对，你说的也对啊，老板，那我赶紧给他还回去吧。对，给他还回去吧。谢谢老板，没事。俺婆婆给了我5块银元，俺闺蜜拿出来一看，说的里面至少有2块假的啊，她想出100块钱一个买走了。过去的银元啊，确实存在有老假。那既然是假币，那你妈100块钱一个要买走了，来我看啥样的银元？她说
说真币才值钱啊，假币的话都便宜。给100块钱都是象征性的，1分钱不给的话，他不好意思要。如果不给你钱的话，他应该怕你给他要回来。你这5块银元，我看真假完全没问题啊。他说这银元里面都生铝锈，你见过谁家的银元生铝锈呀？说是经典的假币，我是没有想到啊，我婆婆竟然给我假币。你先不要着急下决定，这个银元生铝锈太正常了，因为过去的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单说你这个3年元大头这个带铝锈，这包浆这都是一眼开门了。还有另外你这4块这也都没啥问题啊，恁闺蜜完全是多虑了。因为他家以前是地主，所以对这个银元啊，他多少懂一点。还有就是他说的那个带龙的也是假的。说是过去的银元都不带英文。我那个带英文的也是个假币。看来恁闺蜜这个人啊挺逗啊。你别说北洋龙币面带英文，就是所有各种生龙，只要是龙样，它这币面上都带英文。我想也不应该啊，咱们中国的银元应该也不可能带英文啊。我也正纳闷了。你也不用纳闷，咱国内的银元上面带英文很正常。我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银元上面为什么带英文。首先，你像我们所有的银元啊，他们这个模具啊，全是国外给设计的。在晚清、民国那时候，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以银子为基础，就是我们所说的银本位。像国外的贸易银元进入我国，我国在清朝那时候是银两。银两的含银量是98%以上，1颗换1颗，我们吃亏。所以国外的银元它的含银量只有90%。我们做这种银元和外国人做生意，对我们也有利。所以银元上带英文是属于太正常了。那你这样解释也对。那我闺蜜应该没有你专业啊。我还以为俺婆婆忽悠我呢，吓我一跳。那你帮我看看这银元到底管值多少钱吧？恁闺蜜啊，也是属于半斤8两吧。先说你这个带龙的这个北洋吧，壁面算是有流动痕迹吧，你可以细看一下，尤其是这个带龙这一面这一圈英文，看上去稍微不是太明显。好在这个龙鳞状态还不错，典型的34年长尾龙，也是34年北洋龙里边发行量最多的银元。字体啊稍微有一些弱打之外，其他完全没啥问题。就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这一块可以给你3000。3000块钱，对，那我差一点就上当了。我闺蜜当时竟然只给我100块钱，这差距也明显太大了吧？很有可能是那闺蜜啥都不懂，她那个报价可能报的是真银假币报的。另外剩下的这4块就便宜了。你看你这里边有一块8年，但是很可惜啊，壁面上带了一个戳字，但是不细看的话，好像也看不出来啥，因为8年壁面，你看它这种带包浆，这种包浆算是酱材了吧？另外这3块3年、10年，我看这都是比较普通的，也没什么斑，算是通货状态吧。但是你这里边有一块其貌不扬的这个大头，你可以和这个另外2块做一下对比，它这个圆大头，长得不一样。这种啊是丝柱，比普通的大头啊还明显贵了。就你这4块的话，我简单给你初步估的话，怎么着也得个大几千。还大几千？对，那加上龙阳啊，1万多块钱没问题啊。我以为不值钱呢，差点让我闺蜜给忽悠。哎呀，很有可能啊，那闺蜜也是给你开一个玩笑，反正你这次也没卖给她。说白了，主要还是因为你不懂。记住我一句话，如果不了解行情的话，尽量不要随便卖银元，除非你找那些专业的人来给你估价，做对比之后再出手。如果不缺钱你可以拿回去继续给孩子做手账。行，好，谢谢你老板，谢谢。